超过一半的公寓投资者正在亏损，这将伤害租房者。多伦多星报 Urbanation 和 CIBC Capital Markets 的一份联合报告称，更高的利率正在将多伦多的新建筑公寓市场推向一个临界点。报告警告说，在2021年购买预建单位作为出租物业的投资者中，首次有超过 50% 的人在亏损。根据该报告，这创造了一种可能危及对新单位的需求，并可能加剧该地区住房危机的情况。多伦多地区在未来10年内需要约30万个租赁单位，但计划仅建造12万5千个，剩余17万5千个租赁单位。美国散户投资者失去动物精神。金融时报在2022年的熊市中被烧伤的散户投资者正在对今年美国股市的急剧上涨保持观望。自1月初以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 20% 以上。此外，标普500指数已从3月的银行动荡中反弹，本期交易上涨了 9%。在2023年初疯狂买入被低估股票的零售投资者的兴趣已经减弱。根据摩根大通的数据，零售股票和交易所交易基金的交易订单现在仅占所有交易流量的不到 16%， 这一比例较1月底的 23% 峰值有所下降。来自 Vanda Research 的分离数据显示了类似的回撤。过去1个月，零售投资者对美国股票的净流入平均每天约为 8.74 亿美元，这是自2020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较2月的每天创下的创纪录的15亿美元有所下降。零售投资者有足够的理由收敛他们的投资热情。那些在3月份大举买入地区银行股的投资者仍在抱怨他们的投资亏损。此外，市场上涨似乎是由苹果、微软和英伟达等少数大型公司推动的。风险在于，如果他们遇到困难，整个基准指数也将受到影响。越来越多的个人将资金保留在现金或货币市场基金中，这些基金提供了过去10年中罕见的收益率。根据 Crane Data 的指数，收益率从2022年初的 0.02% 平均上升到 4.85%。根据投资公司协会的数据，零售投资者占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中纪录创下的 5.34 万亿美元资产的 36%。从历史标准来看，股票仍然昂贵。标普500指数的前瞻市盈率约为19倍，而其10年平均值为18倍。美国股市在下半年可能很难建立起上涨势头。如果更多公司宣布股份回购以支持自己的股票，也不要感到惊讶。美元的地位将在华盛顿不进行改革的情况下崩溃。南华早报评论版。据报道，美国总统乔·拜登据说与共和党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希望在政府资金耗尽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内避免灾难性的债务违约。该协议仍需得到分裂的美国国会的批准。然而，市场应该松了一口气，因为原则上已达成了提高美国 31.4 万亿美元债务上限的停战协议。这是一场本应该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发生的危机。美国国会议员们在国会山上准备互相对峙，这场游戏仍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美国违约，美国3A 信用评级的不可想象的下调，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引发另一场全球金融危机。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政治鲁莽行为。对美国政府债券市场的信心已经受到了严重打击。对于长期持有美国国债的投资者，尤其是像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大型官方储备管理机构来说，他们不会感到意外地看到投资者将来可能寻求分散投资。尽管目前似乎避免了债务上限危机，但问题不会消失，直到美国领导层改变其方式为止。美国的预算困境已经持续了太久，历届政府开支过度，征税过低。为填补预算赤字，源源不断的发行国债不仅对世界储蓄构成巨大的吸引力，也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重大威胁。美元是全球资本市场和国际支付体系的基石，这种规模的重大危机可能会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某些事情需要改变，并且需要快速采取行动。要么美国政府整顿自己的事务，要么理性的投资者将用脚投票。这已经在发生，因为美元作为世界基准货币的地位受到威胁，去美元化的进程及货币在全球金融交易中的作用下降正在加速。重要的问题是哪种货币将应对这一挑战。在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中，欧元、日元和人民币都在争夺削弱美元在未来的霸主地位。人民币在成为普遍接受的货币方面还有很多进步空间，但从长远来看，考虑到中国大陆的经济实力，它仍然最有能力挑战美元的地位。中国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和全球制造业大国，它拥有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持有价值 3.2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这些特点本身就应该使人民币胜出。即便如此，全球投资者仍然持谨慎态度，尤其是在风险规避情绪仍然很高，寻求避险资产至关重要的时候。与美元占据全球官方储备货币约 58%， 欧元约 20% 相比，人民币仅占全球官方货币储备的不到 3%。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人民币是全球外汇交易中第5大活跃货币，但在受欢迎程度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大的差距要赶上美元、欧元和日元。但随着北京的货币政策获得更大的认可，这一情况只会得到改善。中国的目标应该是一个长期的逐步过程，建立在改善市场透明度、更好的可兑换性和更大的信任基础之上的信心将是至关重要的。这意味着一个没有政治干预和官方市场操纵的货币市场。为了提升人民币的全球角色，国际投资者必须通过成功的开放门户，促进更高效的贸易来赢得他们的心与意愿。中国加速使用人民币的罕见机遇，但空间有限。好消息是，中国的最亲密竞争对手也面临自己的问题。欧元可能是全球第2大活跃交易货币，但市场信心从未完全从欧洲债务危机中恢复过来，当时欧元的存在受到质疑。同样，尽管在风险规避情绪高涨时，日元可能是投资者的避险选择，但该货币的普遍吸引力受到多年经济停滞、通缩和负利率的困扰。美元不会很快消失。尽管该货币的形象可能受到了打击，但美国政策制定者已经被警醒。改变方式或者承受后果，这取决于美国。新加坡惩罚投资 FTX 的国家基金经理。英国独立报。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戴马锡 Temasek 已为参与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的 2.75 亿美元投资的员工发放工资。该交易所于2021年11月倒闭。此举被视为对失败投资的一种集体问责形式，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戴马锡投资部门存在不当行为。戴马锡此前曾对失败的投资进行内部审查，导致全部 2.75 亿美元被注销。FTX 倒闭后，据透露，存在故意向包括戴马锡在内的投资者隐瞒的欺诈行为。针对投资失败，戴马锡强调了对早期投资和新兴技术的承诺，并表示必须投资于这些领域，以了解他们对现有投资组合模式的影响，以及他们是否会成为未来价值的驱动力。戴马锡主席林文星表示，公司希望通过投资新行业，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回报。FTX 由美国企业家山姆·班克曼弗里德于2019年创立，曾经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初创企业之一，鼎盛时期拥有超过100万用户。然而，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崩溃导致戴马锡声誉受损，促使戴马锡对失败的投资承担责任，并表示计划削减员工薪酬，以表明其对利益相关者和市场负责的承诺。人工智能意味着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程序员，英伟达首席执行官说。路透社。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Jensen Huang 宣布，人工智能已经结束了数字鸿沟，使所有用户都变成了程序员。这位高管在台北的 Computex 论坛上发言，描述了由于自然语言界面编程门槛非常低。他还展示了一些基于英伟达芯片的程序，包括一首人工智能创作的赞美该公司的歌曲。英伟达最近透露，基于对其 AI 芯片的需求不断增长，预计第2季度收入将大幅增长。超过一半的 GMBTA 公寓投资者在房产上亏损。报告。多伦多星报。根据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和房地产研究公司 Urbanation 的一份报告，多伦多超过 50% 的新竣工公寓投资者在2022年的房产上亏损，绝大多数人的租金无法支付抵押贷款成本、公寓费用和财产税。CIBC 和 Urbanation 预测，随着过去几年出售给投资者的昂贵新公寓即将完工，负现金流的趋势将在不久的将来继续恶化。ETF 在美国市场成交额中的份额跃升至创纪录的 31%。金融时报。根据美国贸易机构投资公司协会的一份报告，去年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占美国股市成交额的 30.7%， 创历史新高，比2018年的 25.3% 上涨了1/5以上。该报告再次引发了人们对 ETF 对大盘的影响及其用作短期交易工具的担忧。ETF 交易量累计为 44.1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2.5%。丰田董事长面临治理问题的罢免投票。金融时报。在一项可能代表日本股市深远变化的举动中，风险投资公司红杉和软银已被确定为新的日本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基石投资者。该交易所旨在将区块链带入主流使用。新交易所将由前野村银行家 Yuzo Kono 领导。与传统货币不同，
加密货币不是由中央机构支持，而是由加密算法支持，并依靠分布式计算机网络来创建新单位并确认交换。例如，比特币加密货币已经存在了8年多，总市值达到400亿美元，约占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1/3。然而，加密货币的使用敦促世界各国政府权衡收益与风险。英格兰银行经济学家 Michael Comhoff 最近表示，央行应该发行数字货币，以降低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风险，并提高金融稳定性。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中央银行成为最新警告公民不要交易比特币的银行，称数字货币被恐怖组织和洗钱使用。在相关新闻中，日本将增加对在2014年比特币交易所 MTGOX 破产中失去储蓄的个人的还款。总部位于东京的平台的崩溃震撼了新兴的数字货币世界，并暴露了交易所涉及的高风险。日本最高法院上周驳回了该公司对2015年下级法院裁决的上诉，该裁决命令其偿还在平台崩溃时丢失比特币的客户。破产使投资者自掏腰包约480亿日元 4.2 亿美元，而交易所本身声称它被黑客入侵了。布鲁塞尔为实时交易数据库运营商提出了严格的目标。金融时报，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在布鲁塞尔运营实时股票交易数据库的公司，如果他们未能达到收入目标，就向他们倾销。此举引发了业界的担忧，即布鲁塞尔旨在统一欧盟分散的金融市场的欧盟范围内的合并磁带项目将不会奏效。这场辩论凸显了在很大程度上支持这一想法的资产管理公司与反对这一想法的欧洲证券交易所之间的分歧，因为交出数据剥夺了交易所的收入，并威胁到该地区小型交易所的生存能力。该提案包括设定最低营业额目标，收入将通过向支付额外信息的10500名基金经理收费来产生。